当然，因为它给了双炮啊，所以说你现在甚至说可以给它摆一个双手都插大炮的一个造型，这个还是非常屌的，能够让红蜘蛛这个发挥2次，对吧？真实把玩，用心测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Prime 王的魔玩分享时间，我是老王。哎呀，今天我要分享的玩具呢是一款来自这个 D-9的这款再版的金破天。哇，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啊，应该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实际上，根据包装盒上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呢，这款金破天它最早应该是出品于2015年，整整11年的一个老产品啊。再看到这样一款10年前的老的产品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确实可能也是让人感到非常震惊的一些事。其实我在把玩这款玩具的时候也发现呢，有一些这款玩具身上有一些的设计放到现在可能是会让人感到确实是比较的过时了。不过你要说它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呢，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其实这款玩具设计的还是有一些巧妙的地方在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表现怎么样吧。那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这个大炮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概是达到了32公分左右啊，这个尺寸呢着实是不小啊。那么值得一提是，这款玩具给到了一个双大炮的一个配置，也就是说它这个炮管的位置呢给你2个。但是啊，在你安装炮管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吧。我们注意来看这个炮管连接键的这个位置，这边呢透明的这个炮管是我自己修剪过的。你可以发现呢，它比它原本的这个实色的这个连接键呢，它是要薄一些的，看得出来吗？我把这个连接键位置卡扣呢自己剪掉了一些，这样它才能顺利的安装到这个它的主体上面啊。不然的话呢，这个样子的状态它是根本就安不上的。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我也跟厂家反馈过了，应该是有一些这个做工上面的问题啊。那么再值得一提是，我觉得这款玩具放到现在来看很有良心的一个地方是，它竟然给了你一个这个可动的这个履带啊，它的这个履带是橡皮的啊。然后呢，这里又有一个小轮子，它的意思说可能是让你放在桌面上，这样可以推车。但是大家也知道，这种橡胶的这种履带呢，基本上和推车那就是无缘了呀，对吧？只能说虽然说意思是有的，但是呢，实用性并不是那么强啊。然后就是整体的一个造型方面，其实相对来说可能还原度还是有的，只不过呢，我觉得它后面这一块，你看它腿部变成了它炮的后半部分这个位置呢，它相对于下面这块，它好像少了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是略微有一些不怎么好看的啊。不过呢，毕竟这也是10多年前的一个老产品，我觉得你在这里要求这个也没有必要。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它人形脚掌这个位置用了一整块这个金属的零件啊，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这个质感的啊。OK， 我们来看变形。首先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炮管呢这样拿下来，然后呢把这个灰色零件呢这样往外拉，旋转180度之后呢，再把它给扣进来。先完成它的一个大炮的部分，之后呢，我们先从它后半部分来看起啊。首先是这个位置卡扣，你可以先给它松开。底下这个位置，你也可以选择先给它这样把它给打开啊。然后呢，它的2个角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先把这样给它这样分开。这个地方的卡扣呢，它是一个那种上下咬合的，你需要这样上下两边呢给它错位，这样呢把它给分开。之后是它腿的位置，这个地方呢有个卡扣，我们需要先从这个位置呢把它的2个腿分开。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这里的盖板把它给这样打开。打开的同时呢，把整个的腿这样往外翻啊。紫色零件它会顺着一块往上推，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们给它放下来，这一片先往外这样打开，这片装甲先扣，扣同时呢要把这里一个小的零件给这样收进去，然后呢把它合上啊，然后呢把这一块放下来，同时呢再通过这个地方的卡扣呢把这一块锁住啊，然后呢这一块呢往里折，脚部呢做一个旋转90度啊，紫色零件呢这样往上这样使劲的，它很紧啊，把它往上这样收上来，然后前脚掌的零件呢我们给它这样往上收起来，那么一条腿呢就变好了啊。2个腿变好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的腿部呢整个的给它做一个90度的旋转啊，这样转到正面来。然后呢，你可以先把2个腿往后这样放一下，把它的2个裙甲这样拉出来，然后呢往旁边这样折过来啊。裙甲调整好之后呢，是它裆部这个位置呢，把它这样放下来之后呢，把它往后扣，这有卡扣把它给扣住啊。那么其实现在呢，它的下半身啊基本上就已经变好了，我们需要把它给旋转180度，这个腰关节非常的紧啊，旋转时候要注意一些。OK， 然后我们来看它上半身的部分，上半身呢，首先你可以从这个里头呢，把它的这个手臂啊，整个的给它这样拽出来啊，应该先把这块给解开，然后呢再去拽它会比较好拽啊。然后呢是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把它这个紫色的这一块面板呢给翻出来，再把银色这块呢收进去，之后呢再去旋转这个位置。旋转之前呢，你可以先把这个位置小脚给这样往里折一下，这样把它给转过来，之后呢把它往下扣。再把这个小脚呢给它合上，然后它这个位置呢，我们需要把它这个地方先打开，然后呢从里面先把这个头部啊，你可以先把这个头部给掏出来，这个它稍微的会有一些绊手啊，把这个头呢给掏出来啊，这个样子啊。
之后呢，其实这个步挺妙的啊。我们首先把它这个位置给这样打开啊，它背后的一块板，然后呢，我们把它就相当于那个大炮一个支架是吧？折叠好几下之后呢，一整个的从背面这个位置啊，你要注意是从它背面刚才这个面板掏出来这个洞的位置，把这一整块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呢，从里面伸出来，这个样子。然后呢，整个的胸甲一边伸的一边往里扣合，这一块面板扣上。然后呢，它这个位置卡扣呢，跟这个大炮的支架上面正好可以扣住啊，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上下半身做一个咬合啊，这里咬合也是非常的紧。之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个头部这个面板呢调整好啊，这一块翻开了，给它扣上啊。然后就是最后调整一下它手臂的部分，手臂呢，首先呢把这个零件转到侧面，然后呢这个手臂呢旋转180度，再从这块位置啊把这个手臂给这样前后分开，从里面呢掏出它的这个手掌。再把它给扣回去啊。那么手臂调整完之后呢，我们最后只需要再把它的这个大炮啊安装到它的这个手臂上，那咱们这款 DX9 的这个金破天呢就变形完成了。其实从变形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款并不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那种产品啊。虽然它是出自于一个10年前的一个设计，但是说实话啊，变形还是蛮有意思，挺好玩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这个玩具，我觉得放到现在来看相当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啥呢？我们看啊，它2个腿部的这个齿轮关节的这个齿距异常的大。你看，如果说我们给它摆一个 A 站的姿势的话，它就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拉了胯我的老 baby 的一个造型，这样实在是不怎么好看。但是如果你让它一直保持着一个G1站的姿态的话呢，因为这个威震天相对来说它是一种这个竹竿体型，对吧？啊，突然想到了双开门大冰箱的好啊，对吧 ？MPD17 这个，哎呀，这个我觉得放现在真的是。现在出现的玩具都非常不应该出现这种失误。虽然说我不知道放到10年前应该怎么评价它，但是啊，从不管怎么来看，确实很难崩啊，对吧？这也导致如果说虽然说这个玩具身上可动关节都是齐全的，但是你想给它摆一些动作，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对吧？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难受的一个地方。哎呀，毕竟10年前的东西啊，而且现在相对来说价格也是比较便宜，只能说是用爱包容一下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头雕方面，其实我说实话，这个头雕特画挺不错的。对吧？挺不错的。当然，其实对于金部天来说，我更希望是它能给一种它那种疯狂的那种表情的面雕，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在机器动画里，实际上金部天它真的是一个疯子，对吧？当然，这款玩具它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替换表情的功能，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啊。大小比例方面，如果算它头上最尖的那个尖的位置，差不多是37公分，哇，这个大小还是蛮大的啊。怎么说呢？如果它能摆 A 站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身高就会相应的减少一些，对吧？还是那句老话，这个竹竿G1站的造型实在是有点不大好看啊。那武器配件方面呢，首先自然是金部天标志性的这个大炮，当然因为它给了双炮啊，所以说你现在甚至说可以给它摆一个双手都插大炮的一个造型，这个还是非常屌的，能够让红蜘蛛这个发挥2次，对吧？对不起，红蜘蛛啊。那除了大炮之外呢，这款就还给出了这样一个领导模块能源宝啊。这个能源宝我就觉得值得一提，就是它这个头做的很大啊，而且它是一个可以这样向两边这样拉出来一个样子。其实很多擎天柱的还是不是擎天柱啊？因为其实金部天给一个能源宝，说实话也没啥对吧？但是一般来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擎天柱才带的。很多擎天柱带这个能源宝，它都非常的小。如果你想让它2手握持这个能源宝的话，它握不了。那这个我觉得就很好的解决这种困扰。你拿这个东西去给其他的玩具用，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OK， 我们最后还是来总结一下啊，怎么说呢？其实这款玩具最大的问题，说实话啊，还是在它这个齿轮关节这个位置啊。你其实放到现在，如果说官方或者是官方啊，他们做很多玩具的时候呢，你看他假如说前后踢，他可能会给你一个齿轮，但是他会在侧踢啊，就不给你一个齿轮。那 MPG17 传奇除外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官方可能他自己也知道，有些时候他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他干脆就不在侧踢上加这个齿轮。所以说，我觉得改进这款玩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侧踢位置的齿轮给去掉，对吧？因为其实它的重心都集中在下半身，它的脚底是2个非常大的一个金属零件啊，它的重心都集中在下半身。即便你去掉这个齿轮，对它整个的稳定性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像毕竟10多年之后再版，很简单的一个改进方法。我觉得厂商只要稍微加一丢丢的这改动，就可以让这款玩具达到它的一个完美状态，对吧？那如果放在10年前，我可能对这款玩具评价可能还会高一些，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因为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呢，我觉得我无法给出它特别高的分数啊。那么行吧，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视频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1、3连啊，给我少件事需要你协助啊。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